你喜欢谁我还不知道啊？那个英俊潇洒的徐博士，他一来你眼睛就知道。您胡说，他哪能跟您比啊？是吗？他有松村局长重要，我可没有。光一个河野科长，就按你再跑。程总经理，我听说陆军参本部2部突袭了文卷制药厂。我来找你正是因为这件事。他们挟持了场控，占领了厂房，要求立邦银行在48小时之内完成交接。如果文卷制药厂落入到他们手中，那就全完了。就在1个小时之前，板垣店长突然问我们是否了解立邦银行。据他所透露，陆军参本部2部正在计划接管立邦银行，恐怕就是这2天了。接管立邦？我推测是立邦与实业的关系密切，引起了军部的注意。要是军部接管立邦的话，那立邦所注资的全部事业，是不是都保不住了？文卷制药厂肯定是救不回来了，而且其他商铺和工厂也会有日方资本的介入，由军部控制管理。灭顶之灾，灭顶之灾。程总经理，要不我去说服招正银行，让招正接管立邦，那样的话，我就能继续帮助你们了。拜托了。我部は引き続き上海通商銀行、上海銀行上海支店、上海霊宝銀行を接収する計画であります。お待ちください。上海霊宝銀行の接収は商成銀行上海支店が引き継ぐのが合理的かと。霊宝銀行には中継方面の資本も AB 方面の資本もありません。中立であり敵対資本もありません。また霊宝銀行は課長用協業と良好な関係にあり、当行が霊宝銀行を引き継ぎ、課長商工業と信頼関係を強め、協力関係を広げ、日本の商社が課長地区にさらに向上するように努めます。申し訳ないが皆さんその提案には同意できません。坂垣店長、商成銀行は以前より戦時需要よりも商社企業の利益を重んじている。それはそちらの企業盲点だ。日本が米英に宣戦布告してから物資圧力は増しています。それは霊宝銀行が緊密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からこそ、我が軍による引き継ぎは必須です。柳少将、率直に申し上げて、やり方があまりに傭兵でしょう。あなた方の上海金融業界に対する行動は重慶政府を刺激し、中央貯蓄銀行などの親日機構にも甚大な損失を与え、中国各界の反感を買い、大東亜共栄圏実現の大きな障害となっています。霊宝銀行がそちらへ引き継がれたら、また乱暴に扱って大事なこの機会は無駄になるでしょう。沢垣店長、それは少し言い過ぎだろ。少々も日本株を空売りしすぎるのをよしとせず、行動を起こしたまでだ。大将の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暗殺計画はやむを得ずしたことです。ご存知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高田不動と吉田薬局の株はもともと準備不足で中国側に急所を狙われ空売りされたんです。では伺います。貴殿は商成銀行の重要管理人としてなぜ中国の空売りに抵抗しなかったのです？ AI はそこまでだ。重要物資の生産に関わる金融機構は全て軍部が引き継ぐ。商成銀行には協力してもらいたい。はい。陈总经理，大股东都已经到齐了，都在会议室。大庆刚刚通知，虽然招正银行申请接管立邦银行，但是被敌产处理委员会给驳回，立邦被军管，一传定局。少将阁下，我来晚了。昨夜接到临时情报，
天不亮我就赶到文犬制药厂，幸亏赶到及时啊，要不然他们就搬着机器，带着工人做鹰商舰离沪了。雷子，我一直让你盯着文犬制药厂，怎么这么大动静，你都没有及时发现怎么回事？窦翻译，这件事儿还劳您大驾了，不好意思。经将军见谅，我黄某近来考虑不周，也无甚成绩。上次为日商股票做空一案，蒙您恩准我产业重开，但是还未等我黄某出手，上海金融界已是一片狼藉，实在遗憾。眼下贵部正向英美开战，军费开支势必增长，我黄某理应将产业利益上供，以表诚心。黄老板此举十分积极，这是我黄某应该做的。雷子，从今天起，将波斯红和滇川两大品类的鸦片收入悉数上交，请将军笑纳。窦翻译，还要麻烦你接收一下，如何？好。将军请。是。周文犬厂长因为被软禁，所以无法参加今日的会议。距离文犬制药厂被军管只剩18个小时，距离立邦银行被军管最多不到2天。今天召集这个会议，一方面是为了告诉你们这个残酷的局面，还有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集思广益。所以，如果2位有什么想法，尽快提。请进。承宗经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2部部长柳二郎要求与您马上见面，接您的车已经到门口了。哆嗦，请进。刘部长，程总经理，久仰。刘部长您客气了，只要您召见，我随时奉陪。但我听说你忙得很啊，要不是我不妨碍，文犬制药厂早就装箱机器迁往内地了。这恐怕有些误会，刘部长有所不知，其实文犬制药厂迁往内地，绝非是为了逃避日方，而是与重庆方面达成了协议，利益交换。利益，不错。刘部长可能有所不知，其实立邦被上海银行工会除名已久，发展一直受到困扰。正好，重庆下半年药剂方面严重短缺，于是抛来橄榄枝，只要能够将文犬制药厂迁往内地，立邦便可以重新回到银行工会。如此盛情，立邦实在难却。你的意思是说，立邦并不反日？只要利益与目标一致，合作才是上策。坐。
怎么合作？刘部长，您或许有一些耳闻，立邦之所以在沪上能够掌握一席之地，正是因为扶持实业建厂。就拿文泉制药厂为例，其实工厂并无反日之心，只是因为贵部突然介入，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消极的情绪。但是如果贵部能够与立邦合作的话，立邦可以帮助去协调工厂商户之间的生产秩序，满足军需，更是可以免除贵部直接介入管理的繁琐，也可以建立起军部与实业之间的沟通桥梁，形成共赢。你说的很动听啊，但立邦银行从未向我部示好，为何现在要与我部合作呢？因为合作是最好的学习。与军管相比，立邦银行由我部监督，并且继续发展实业，确实更有啊。所以我部将派出一位能士，接任立邦银行新任总经理。可这需要程总经理交出权柄，你接受吗？立邦银行总经理办公室。嫂子，是我。脸瓜子，怎么了？我现在码头呢。昨天我刚到就听说这文泉制药厂被军管了，我想折回去也不敢。你们那边现在什么情况？文泉制药厂已经被重兵把守，事态会不会恶化，我也说不准。脸瓜子，你现在就地隐蔽，保重自己为要务。行，那我知道了。吴科长，有2位军曹请进。2位有何贵干？立邦银行是由你创建并领导，它能有今日的地位和规模，你功不可没。突然让程总经理交出权柄，肯定难以接受。并不难以接受，刘部长。因为贵部考虑需要找一位您更加信任的能士来接管立邦，我完全能够理解，也毫无异议。只要能够满足军部所需，能够维持立邦的发展，能够协调军部与实业之间的关系，达成共识，总经理大可不必输。你很有格局。我欣赏你。合作愉快，多谢。李子，我回来了。跟姚二郎谈的怎么样啊？他向我承诺，立邦和帐下的实业维持既有债权关系不变，也就是说，各个工厂，包括文泉制药在内，都不会被军管。怎么会呢？他怎么这么好说话？他有一个条件，要求我卸任总经理。你答应了？只有让他派出他嫡系的人来接任总经理，立邦银行还有工厂才能保住。所以我也是没有办法，不能不答应。这怎么叫保住啊？
你都不是总经理了，他们让汉奸来接管立邦银行，立邦会变成什么样子？那跟军管有什么区别？李子，李子，我们的情况还有转圜。刘二郎高估了我，他以为只要我卸任下野，立邦就毫无还手之力，但他不知道还有你。只要有你在，银行的结构就不会变，境况会比军管要好的很多。李子，我知道你心里很不好受，但是我没有办法。你能理解，对吗？你有没有想过，他会让谁来接替？黄如华，李子，所以，你就要这么把我扔在这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我和我的杀父仇人一起共事吗？你哪怕有没有1分钟，甚至是1秒钟考虑过我的感受，有吗？我们的感受现在还重要吗，丽子？我们要保护的何尝是我们自己？我们要保护的是立邦还有工厂啊！丽子，对不起，请你理解我。是你不理解，你不理解立邦对于我来说就像我们的孩子，我怎么可能叫我忍心就这么把孩子送到别人的手上，让他们用脏手去碰他？我又何尝不把立邦看作自己的孩子？我们失去的那个孩子，丽子，只要你我配合，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的，好吗？你不回来，我不回家。今天晚上，我去饭店住。李子，你去。刘少将希望我们帮助丽子小姐恢复单身自由。如果程一之先生在离婚以后继续打扰你的生活，我们会为你解决掉他。你好，我想订一间房间，大小无所谓，只要窗户能够看到马路对面就可以了。程总经理，您找我。明天，我卸任立邦银行总经理。日本军部会委派人手来接任。小聪，债券部的所有的账目，你必须尽快整理，与邹空日股相关的所有的内容，以及运往后方物资的所有账目，必须全部清楚，绝不能让军部看出任何的名堂。好，我马上办。对了，
吴科长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吴科长不让我招车，是自己走的。好。程总经理。程总经理。由于情况紧急和特殊，今日立邦银行有重大的人事调整。现通知如下：即刻起，本人程一智卸任立邦银行总经理。新的总经理由日陆军参谋本部2部委任。会是谁呀？怎么了？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都十分的不舍。但是我的离开，对于立邦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我相信，有吴科长，还有其他科室的负责人在，我们立邦银行的宗旨和初衷不会改变。多谢大家的关照。我们再会。再会什么呀？再会。程总经理还惦记着回来呢。日陆军参谋本部2部研究决定，即刻起由我雷大明担任立邦银行总经理，银行一切事务听命于我。突发情况，柳二郎居然临时委派雷子出任立邦银行总经理，就是今天早晨的事，程一智下台了。老爷，要不要把雷子召回，旁敲几句？何必？我把波斯红和滇川2大品类的烟土收益全部送给了柳二郎，对他已经是很不客气了。他现在擅自行动，没跟我打任何招呼，明摆着是跟我叫板。他现在是翅膀硬。难怪这几日低调收敛，原来憋着大招啊！他怕是囤了不少英镑，也借机献给了柳二郎。外加那窦翻译从旁协理，总算从军部
撬得一个好位置。老爷，雷子这刚得志，可不能让他把位置坐稳喽。有程一志在，他坐得稳吗？程总经理，哦不，钱总经理，你就放心的走吧，立邦银行就交给我了。韦总经理，那就拜托你了。吴科长，那也拜托你了。吴科长，别来无恙啊。各位同仁，正因为我们立邦银行实业资源巨大，所以才得到了日陆军参谋本部2部的抬爱。雷总经理，我和各位同仁一定会听从您的指示，保证工厂生产，满足日方物资需求。吴科长，咱们俩都是老熟人了，知根知底。与其说这些客套话，不如介绍一下这些干活的。这位是大堂的彭经理，负责组织柜员，进行散户的日常中小额度的对取。这位是汇兑处李处长，负责存转款项。李处长旁边是财务部的钱会计。我第一次来立邦银行，为什么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想起来了，这是旧户储银行啊，你爹的银行。吴科长，我跟你爹渊源颇深呐。想当年，他就站在富林大厦的天台，那双腿啊，抖得跟筛子一样，我心疼啊，我不忍心呐，于是我就帮了他一把，把他推了下去。魏总经理，您突然重提往事，是想叫我悲愤难当，主动提出放弃在立邦银行与您共职的机会吗？可是我并不愿意。并且，我还必须提醒您，按照柳二郎部长对立邦银行的规划，此刻我们必须前往文泉制药厂，叫停该厂的军管指示。我正要去，也欢迎吴科长跟我一同前往。程总经理，多谢。程总经理，电话干扰器安装完毕，旁人无法窃听。债权部的账目整理完毕了。您放心，也已处理干净。对了，小童，那个雷子做事心狠手辣，你要多多协助吴科长。明白。何やってんだよ！起きろ！起きろ！お前！起きろ！起きろ！起きろ！お前！起きろ！别打了！起きろ！别打了！怎么了？早く起きろ！什么？何やってんだよ！别打了！起きろ！都起！没事，
长官，长官别打了，我们好好干。周厂长，没事吧？我来晚了。立邦银行已经获得批准，重新接管文泉制药厂。你赶紧带工人们回去休息，马上。哎，慢着，吴科长是不是忘了跟周厂长引荐我了？这位是雷总经理，今早由军部委派到立邦救人。周厂长，以后呢，我就是立邦的当家了，你得跟我心连心，明白吗？周厂长，立邦会像以前一样的支持你，你只需要像过去一样的组织工人生产，军部就不会再为难你了。吴科长所言极是，只要周厂长保证文泉制药厂安全、生产规模、效率、速度。哦，对了，我给你引荐一个老朋友。吴科长，好久不见，一来无恙啊。我还在想是谁呢，原来是你啊！必须是我呀！这大上海给堂堂丽兹小姐一记耳刮子的，只有我呀！一个巴掌，还能记这么久呢？不跟周厂长打个招呼吗？是他没种，都不敢看我了。哦。吴科长，我和长工先回去休息了。周文泉，谁允许你走了？雷总经理没告诉你，现在我是文泉制药厂的生产监管吗？嗯。你有什么资格监管我的制药厂？凭我是雷总经理的女人，我就有这资格。从今天开始，文泉制药厂既有订单全部作废。新订单在此，你给我听清楚了。陆军参谋本部2部需求退热药片4000盒，消肿针剂6000管，消毒药水4000箱，防暑药片2000板。周厂长，你可得按时完成，加油！是柳少将啊！看起来他的样子好像很开心啊。谢谢柳少将对我的照顾，您对我如此关心，我怎么也得需要给您一点表示吧。我有这么讨厌吗？马上出去。如果你开了这一枪，死的人可能会是你。我不怕死。死？太可惜了。
已经安排了记者，就在我的饭店楼下等着。这位青年对新闻非常的渴望，一定不会对玉庄命案坐视不管的。也很可惜，别忘了，所有的新闻都是由我们审查的。那如果是日本陆军报道部自己的喉舌呢？如果是亲日中华日报自己的记者呢？如果他们的本意只是想揭露重庆方面对中国银行界、对上海银行界的戕害，却无意揭露出日本参谋本部少将的花边新闻呢？刘少将，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伤害自己的前途。栗子小姐，你知道吗？你不仅很美，而且口才很好，我真的很欣赏你。但这并不代表我相信楼下有这么一位记者。正如您所说的，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如果你不想相信的话，那你就试试喽。但是我不想杀你啊，我想得到你。可我却想杀你。你如果再不走的话，我就开枪了。等待越久，味道会越好的。我不介意慢慢来。栗子小姐，下一次开枪杀人之前，记得先打开保险。晚安。喂，喂，是我。我知道。这么晚，你去哪儿？栗子，你要是关心我，你就快回来。你在家，我就哪儿都不去。怎么了？我说了，你不回银行，我不回家。栗子，我知道你对我失望，你也可以对我生气，但是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绝对注意安全，知道吗？我会想办法回到银行，相信我。早点回来。看什么呢？那么起劲儿。他们算栽在老子手里了。谁啊？你恨的周文全、程一志，
吴丽姿，有一个算一个。这账簿有蹊跷。你看这儿，3元一盒的清凉药膏，前年14季度产，去年13季度产，今年12季度产，懂了吗？一个最便宜的品类，有什么必要停产？要我说，就是为了抹平账目，给工厂债券公示交差。3块钱一盒的东西，也能有蹊跷？要我说，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清凉药膏，那是什么？绝对是管制药物，抗菌素。表面灯目，3元一盒，估计啊，送到后方去了。他们遇到你当这个总经理，算是遇到克星了。要不这事汇报军部吧？汇报军部，不如你弄张订单，就写陆军参谋本部1部订购清凉药膏2000盒，月底前出货。周厂长，你我总该有点默契。我不跟你说明，你就装傻充愣，真拿清凉药膏来交货呀？订单上白纸黑字写的就是文犬清凉药膏，何错之有？周文全，我奉劝你一句，少自讨苦吃。还有你吴丽姿，你以为在账簿上搞的名堂，我看不出来？文犬清凉药膏里到底装了什么？你不说，我可知道。这一会儿生产，一会儿停产，一会儿停产，一会儿又生产的花样，怎么？要不要我找军部会计来研究研究？林小姐，恐怕对我们工厂的事务有一些误会。这生产也好，停产也罢，我们工厂呢只是趋利之举，何过之有啊？听着倒像那么回事啊。那你忘了，文犬制药厂的清凉药膏，在市面上有多少流通？跟账簿上的出货量对得上，还有跟你们进货的那些商家，哪一个不是皮包公司？哪一个不是干了一票就倒闭关张？表面上是清凉药膏，实际上是抗菌素。这里头的文章，我说的够清楚吧？周文犬，我念你一份旧情，再给你一次机会。文犬清凉药膏2000盒，月底出货。你要是再跟我叫板，我就让你当不上这个厂长。怎么，想打我呀？寡廉鲜耻！周厂长，我居然嫌疑过这种女人，我居然爱慕过这种女人。周厂长，我简直想杀了她！都是她，全都是她，挑拨我和程一之的关系。我跟她分手，她又和那个雷子苟合，她真不是人。周厂长，抗菌素我不会给他们，死都不会。给他。吴科长，他们是汉奸呐！但他们不会把抗菌素给日方，那会给谁？
他们想把抗军苏放到后方，谋取暴利。你确定？宁宁给我们的生产指令肯定有猫腻。你想一想，如果抗军苏给日方，雷子早就把账簿交给军部了。可是宁宁为什么还会拿军部的会计审查我们，来恐吓我们？我们有抗军苏，他们也不打算告诉日方。所以，周厂长，既然抗军苏本来就是要交给后方，那我们就按照宁宁说的办。那就纵容他们发国难财？这不是纵容，这是利用。雷子是我们的敌人，但宁宁不是。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不可能，他根本就不会帮助我们的，你还没看透吗？老爷，3月来给冯有如多次发送电报，均无回复，不知是否通道有误。冯有如若想回复，通道岂会有误？我估计他是和雷子勾搭上了。雷子？雷子为什么要动立邦？立邦产业丰富，物资充足，他只要和冯有如配合，物资高价走私后方，就能捞钱无数。这般生财有道，就不怕柳二郎发觉？哼，他进贡给柳二郎多少英镑，何其肉痛！再不赶紧赚回来，怕是寝食难安呢。老爷，既然他走险路，咱们就不难动手。急什么？程一志还没动手呢，懂吗？周厂长，你早这么识相不就好了？节省多少时间？宁小姐，周厂长已经想通了，人在屋檐下，还是低头比较方便。他一定会保证生产进度和出货规模的。马上抽试盒，送鲁大夫那儿验验成分。你们滚吧。去安排一下。好，好。您再说，我可要脸红了。来，玉丽小姐。陈总经理，别来无恙。哟，万掌柜也来喝酒啊？来，快给万掌柜倒一杯。不必了，酒我们多的是。可丽丽小姐就只有一位。那这可不就不巧了。别的不说，这种事情总得讲究一个先来后到的。陈总经理，可不是我要请丽丽小姐，是河野科长在等着她呢。管制物资有走私行为，一律严惩。陈先生，要不您稍坐一会儿，我……既然是要喝酒，那不如一起吧。你怎么还不走啊？还等我再赏一耳刮子啊？你越这样，周恩全越伤心。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以为你投靠了日军，周恩全不会对你失望吗？你以为你跟雷子亲亲热热的，他不会痛苦吗？你以为他已经完全忘了你吗？你以为他已经忘了你们的感情吗？
如果你是想看到他愤怒，你得逞了，但你为什么想看到？因为你想证明他还爱你，就像你还爱他一样。你闭嘴！但是我想告诉你，不要为了自己这么一点扭曲的自尊而割舍爱。当然，如果你一定要的话，那我就祝你永不后悔。狐狸子，这种非常时期，谁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把握心底真正的感情，那你真的会遗憾终生。宁宁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但还是被丽子看穿了。她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护周文泉。哦，新来领导呀！阿瓦伊的杯。科长，丽丽小姐就是被这位程先生一直占着，我觉得她该给您赔罪。万长为这是哪里的话？河野科长在这边雅兴正浓，我无端赔罪，岂不是破坏了气氛？哎呦，我还以为哪位程先生，是程总经理啊！河野科长，程总经理执掌立邦银行，掌下又是棉纱厂，又是制药厂，整天与管控物质打交道呢。程总经理，都走，多谢。哎呀，陈总经理，您可不能错了啊！梁经理忘了，不会连陈总经理您自己也忘了？河野科长，立邦银行已经被柳二郎少校接管了，陈总经理也已经被撤职了。河野科长请我坐下，也是修养史风度的体现。倒是二位真是有趣啊！河野科长专精沪上的商贸，难不成会不知道立邦的境况？陈总经理，这话就严重了。大家都是老熟人嘛，开个玩笑。来，都是说下来，河野科长，敬您一杯。我先失陪一下。哟，这不是陈总经理的老朋友徐博士吗？怎么不搭理你了？现在徐博士那可不一般呐，大东亚省的高级顾问，就连松村局长对他都青睐有加呀，只怕是咱们的程总经理高攀不起喽。来，哎。河野科长，我最近知道了一条消息，有一幅卡拉瓦乔的自画像流入到市面了。你说卡拉瓦乔？卡拉瓦伊库拉德斯卡？我尚未见过实物，还未询价。你要是感兴趣，我帮你去看看。啊，那就拜托徐博士了。我先回去了。徐树博士。程总经理，好久不见，方便喝一杯吗？可以啊，来2杯威士忌。OK。怎么回上海了？也不去立邦看看？是我不好，平时事务繁忙，没来得及去看。没关系，反正在这儿也遇上了。听说你最近在中国事务局工作？是。还顺利吗？很好。
托徐树博士的福，李子和我又重归于好。你给他写的信，他收到了。你鼓励他勇敢地去追求，不放弃。但是那天，我们都听闻你在海上遇难的噩耗，他心如刀割。我也在那瞬间彻悟。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都要更加真实地活着，不让你失望。我还有事，先走了。老板娘，做2套洋服。我们松田夫人听说你们这用料佳，手艺好，特地差我来下个订单。这做洋服讲究剪裁，人我没见到，我要怎么做呢？还请老板娘多费心。这呢是我们夫人的尺寸，老板娘照尺寸做，一定8、9不离10的。尺寸倒是详见，可是这洋服的款式数十上百，布料也繁杂，我真的没办法做。这些我们夫人有叮嘱，款式要前开襟、立领、花包长袖、过膝包裙，布料要暗纹黑色呢子，如果没有暗纹，黑色呢子也行。时间方面，请老板娘务必在27日送货到码头劳瑞仓库，价钱好商量。告辞。一志高，是我收到一笔洋服的订单，觉得有些蹊跷。大哥，你怎么来了？脸瓜子，坐。脸瓜子，我问你，你要实话告诉我，月底是不是你运货回后方？不是大哥，我们这有规矩，我不能说。那就是了。货物里有什么？不是大哥，我真不能说，你别为难我。脸瓜子，我看你出息了，成长了，绝不是鼠目寸光之人。也绝不会与冯有如做那些蝇营狗苟之事，我看的没错吧？大哥，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好，那我跟你说，我跟着一个物件跟了很久，这回一直跟到劳瑞仓库。我知道劳瑞还有福利2个商件是你的门路，所以我来问问你，你的货物里到底藏了什么？你心里有没有数？你知不知道你的货物里有禁品？禁品？不是大哥，这绝对不可能。我脸瓜子运送的都是甲等重要物资。这百姓们缺什么，我顶着枪子送什么啊！这将士们缺什么，我拼了命的运什么，这怎么可能有违禁品啊？高级洋服，是不是严禁遇到后方的贵重奢侈品？对啊，没错啊。你的货物里有，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洋服，是韩秘书长太太订购的特制洋服。这帮天杀的！老子豁出命去给他们送药，他们给我塞的什么东西？那你知道药是从哪流出来的吗？温泉制药厂。脸瓜子，这批货物里藏了多少猫腻，你绝不可蒙在鼓里。
钟文犬还是怕你，你发个脾气他就老实了。他哪是怕我呀？我一把军部搬出来，他吓得跟什么似的，废物一个。他要是胆子大，事儿啊就不好办了。这2000合动静不小，你准备干嘛？早就安排好了，放心。我怎么放心啊？我怎么一说这事儿你就搪塞我？你连我都信不过。我为了给你弄这张军部订单，我顶多大的麻烦啊！哎呀，不跟你说是为了保护你，那知道的越多，危险越大。这么值钱的东西，那肯定是往后方运的。往后方运？船运、陆运都这么紧张，怎么运啊？这不是还没到月底吗？到时候怎么运？还得从长计议。那你小心点儿，不让人发现了。你喜欢谁我还不知道啊？那个英俊潇洒的徐博士，他一来一眼睛就知道。您胡说，他哪能跟您比啊？是吗？他有孙村局长重要，我可没有。光一个河野科长，就按地不再跑。您瞧您，还记仇呀？哎呦，男人撒谎，你不觉得我听着像吗？你要是真喜欢那徐博士啊，我以后来我就不点，免得争人之后。我真的喜欢那个徐博士，他不像您，愿意逗我开心。他是舍得给小费，他一点都不懂风情，就知道找孙村局长谈公务。我可不信，坐拥美人，还舍得谈公务？你是没听他说话，什么东西新，什么东西旧，跟打暗号似的，我一句都听不懂，无聊死了。有一回，他说东西从宫里来，我想搭句话吧，就问他什么从宫里来。结果他跟防贼似的，还看了我一眼。原来是个榆木呢，那还真是可惜了一个小家伙。果然如程一之所料，徐庶的归来并不简单。看来他的真实任务与保护国宝有关。他可以帮助徐庶，而徐庶或许也会帮到他。陈老板，我跟您说句实话，这客人里头，我顶满意的就是您了。真的？发誓行不行？发誓可不用。今天晚上跟我走。你真坏。走。想去哪儿？去哪儿都行。我先带你上车等会儿。老板要是知道我跟你出来，那得骂死我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不，我胆子大，我不怕。我不为这个。就是知道你不为这个，所以你才务必要收起。陈老板，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之后要是有人问你，今天晚上你跟我出来，做了什么，聊了什么，你就要告诉他们，我们什么都做了，但是什么都没聊。丽丽小姐，如果你愿意帮我这个忙，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的客人，而是你的朋友。今天我也正好向你来探讨一下藏品运往日本之事。徐树博士，抱歉，我来晚了。徐树博士还没有向松村局长介绍我吧？哦，松村局长，这位是程一志先生。松村局长你好，我是徐树博士的老朋友，他今天把我叫来是来聊一聊关于古董的情况。都走。我向程先生咨询过，我和松村局长有一位共友，他想把一批藏品运往日本。程先生觉得此举有些不妥。为什么？眼下收藏古董者众多，有些人买着了，有些人没买着。那些没买着的人呢，就会心有惦记了。一旦这些物品在运输报备的过程中走漏了风声，让他人知道了某件藏品就在这位朋友手里，那恐怕是后患无穷。此事确实值得考虑，何况长途运输藏品也有折损的风险。若是找一个稳妥的安放之处，那这批古董留在上海也是最保险的。非怪说徐博士把我叫过来聊古董，原来是想借金库一用。金库？啊，程先生是立邦银行的总经理，借金库一用未必不可。立邦银行，就是在实业界里颇有名气的立邦银行。松村局长过誉，只是我恐怕要叫二位失望。程某不才，已经卸任了立邦银行的总经理，恐怕已经没有权利出借金库了。程兄，好端端的为何卸任？这并非本人的意愿。陆军参谋本部2部督管立邦银行，柳二郎少将要求我卸任总经理，我只能配合让位给了新任总经理。只是这新任总经理，程先生有何不满？不能说不满，只是这个新任总经理他不懂实业。柳少将风格强悍，在军部是有名的。但他也太自信了。罢了，不提他们了。若这位朋友不急，程某愿意代为这一批古董寻找安顿之处。反正现在也清闲，有大把的时间。那就麻烦程兄了。二位切莫客气。我有好消息。我也有个好消息。你先说。你先说。宁宁放心不下周文全，他说雷子确实和冯有如有往来，还让他假造了订单，想要把药贩到后方，谋取利润。如何贩如何运，交通方式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但他会打听的。他建议我们直接把订单都给军部，让柳二郎和雷子狗咬狗，这样你就可以回来了。只是一张假订单的话，雷子非常容易脱罪。况且，后方确实需要抗军所，2000盒，值得冒险。你还是想帮雷子把药运出去？
于情，咱们得让雷子坏心办好事儿。于理，我既然要回银行，就不光得把雷子拉下水，还得把柳二郎蹬出去。柳二郎可不是这么好弄的。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第二个好消息：徐硕还活着。什么？他现在周旋在日本人中间，有自己的任务。日本人内部矛盾重重，是公开的秘密。我也许能借助这点回到立邦。他现在已经不需要我的保护了，或许是我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了。李子，我会回到银行。走。栗子小姐，奉上肖邦先生手稿一副，相信你我必成知音。生原药膏已经包装下线，请明小姐查验。迄今，陆军参谋本部、一部，他们的订单已经全部完成。这边抽10盒，送到鲁大夫那检验成分。是。那你们先聊，我去一下纸。吴科长，我先回办公室了。周厂长。我跟他已经说过了，他知道你在帮我们，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吧。以他的脾气，一时半会儿很难原谅我们。跟你说个正事儿，雷大明年我也放着，要运到哪怎么运，不管我怎么说，他都不肯告诉我。我自己也没查出来。不过我估计，1周之内就会行动。
陆夫人说，每年此时，你都会来给陆教授扫墓。我离开上海之前，国难当头，一心报国。我那时参加了刺杀行动，可行动暴露，一行10几人，只有我活了下来。我意识到自己的盲目，匹夫之勇又有什么用呢？当时的我看着日本的军队把上海炸成那样，我真的又迷茫又惭愧，惭愧的我想去跳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长辈过来跟我说话，他的声音和蔼又慈祥。年轻人，如果你连死都不怕，那又何妨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最壮丽的事业中？后来，船在香港靠岸了，我就跟他下了船。她就是陆夫人，她和陆教授有着共同的信仰。再后来，我认识了一些才华和胆识都在我之上的人，我们一起学习。我这次回来，就是受到了陆夫人的指引，周旋在日本人中间，来协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你的成长是惊人的。过去，你的所思所想全都写在脸上，现在，就连我都看不透你的心思。或许，只要目标足够高远，人自然会变得深沉吧。所以，我才敢贸然出现在松村局长面前。虽贸然，但你帮助我。松村已经彻底放弃将藏品带回日本。藏品中有国宝，在我看来，至少4件。你也帮助了我。我一开口，你就猜到了我想重回地方。这不需要猜。哼。松村有用吗？松村一直鄙视军部，只要有契机，他会撬掉刘二郎。报告，最后800盒已全部就位。报告，鲁大夫抽查的20样全部合格。马上出库送去。是。要不要我跟着？没事儿，他有数。我明天要去趟南京，我不在，少招惹女人了。那可不好说啊，有本事你别走啊！啊，对了，订单烧了吗？早烧了。
是你啊？徐叔告诉我，柳二郎正在要他去搜罗素许下的手稿，据说是送给你的礼物。柳二郎来过了。我把他赶走了。用这个吗？用死。似少年般青涩，在繁华世界游荡。时间不曾改变他的模样。下次这种事情先告诉我。溪水般清澈荡漾，永恒的无常。这里不安全。在钻石面前，谁不会安全。柳二郎用我威胁你。你不能在这儿，每天都有很多的军曹在监视我。每天也有很多军阀在监视我，但没关系，我已经把他们都甩掉了。他们现在一定以为我正在跟某个女招待鬼混。似火光灿烂激昂，在碰撞中想象，在爱情面前，谁不是小鹿？你跟那个女招待怎么回事啊？逢场作戏，混淆视听。逢场作戏，那楼那么近干嘛？吴科长，你不是也演得挺真的吗？啊，那么凶。我能跟你一样吗？你以为我想啊？好了，没事。有我在，没事。好了，你待一会儿，我就送你走。这真的不安全啊！将微醺时光，我不走。与爱的人分。我还没有，我跟你一块儿住过饭店，我想体验体验。快点，放到那里。小心点啊！不能快点吧？快点！哎呦，窦兄，这就等不及自己喝上了。我还以为雷总经理要忙到深夜呢。窦兄，你这就折煞我了。要不是窦兄在柳少将面前美言，我哪能当上这个总经理啊？雷兄，咱话可说回来啊。少将阁下对立邦银行是特别关注的，那批翻到后方的抗军所，你可要处理干净了，千万别把它搞砸了。你放心，货已经发出去了，而且冯又如是什么角色，不会让这事出岔子的。